警队长震惊地发现，侄子脖子上戴着的项链竟然和银行劫匪身上的那条一模一样。这是什么呀？我爸跟我说这是一个护身符，他的一个朋友送给他。瞬间，一个可怕的猜测在崔伟的心底炸开：自己的亲弟弟有可能就是这起银行抢劫案的主谋。为了求证这个让他心惊胆战的猜测，崔伟立刻驱车赶往弟弟家中，打算和崔烨当面对质。可刚走到门外，就被屋内传来的对话钉在了原地。我的病真的能治好吗？你放心，你的病能治好，爸向你保证。崔烨还不忘将那条项链塞进儿子的衣服里，细心藏好。这条项链正是劫匪夏生送给他的，说是能保佑妍妍消灾平安，却也是崔烨暴露行踪的致命关键。崔伟的内心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挣扎。他忽然明白，弟弟之所以铤而走险参与犯罪，大概率是为了给身患重病的侄子治病。可仅凭一条项链，终究只是线索，算不上铁证。以崔烨的聪慧，若是自己贸然质问，必定会打草惊蛇，让后续的追查陷入僵局。于是崔伟找到了退休的岳父邱局求助。他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办案经验的老刑警，岳父一句话直接点醒梦中人，想要钓一条藏得极深的鱼，不能打草惊蛇去找对方，而是要等他自己主动现身。这句话如醍醐灌顶，崔伟立刻冷静布局，一场引蛇出洞的绝杀大戏正式拉开帷幕。他让手下小丁等人假扮劫匪，完美还原当年银行抢劫案发场景，再用 PS 技术将崔烨的脸换上去，目的只有一个，炸出崔烨的破绽，逼他自乱阵脚。而此时的崔烨早已被儿子的病情逼到了绝境，为了尽快凑齐医疗费，他铤而走险，打算勒索放高利贷的易叔，今晚就是行动的关键节点。可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动手时，一条短信如同晴天霹雳，直接砸懵了他。做贼心虚的崔烨瞬间破防，短短几行字像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剖开了他所有的伪装与侥幸。他被吓得魂飞魄散，慌慌张张冲进经纬奇院。果然在前台找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管胶卷，那是他最害怕被人发现的东西。崔烨不敢有半分耽搁，揣着胶卷狂奔到照相馆，花200块让老板加急冲洗，生怕晚一秒就万劫不复。可就在他焦急等待的间隙，突然瞥见了窗外崔伟的汽车，下一秒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从身后传来。崔烨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这都能碰上？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拍个证件照。你在这干嘛呢？我来照相。崔伟看着他慌乱的模样，心中已然有了答案。他帮弟弟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看似随意的举动，实则是在试探他的反应。甚至他还顺势约崔烨一起去吃饭。你吃个饭？不了，我晚上约齐了。我一猜你就这么说。崔伟没有强求，只是转身默默离开。可他的出现无疑给本就慌乱不堪的崔烨又增添了一层沉重的心理压力。不久后，照片终于冲洗完毕。当崔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瞬间吓出一身冷汗。照片上赫然是他被劫匪劫持的画面。他此刻最怕的不是被抓，不是身败名裂，而是害怕勒索计划败露，他就再也凑不齐儿子的医疗费，妍妍的病就再也没有治愈的希望。这份恐惧远比牢狱之灾更让他崩溃。就在崔烨焦头烂额之际，手机又收到了那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命令他今晚6点半携带封口费前往中山路赴约。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将崔烨彻底推向了更绝望的深渊。而更让他崩溃的是，妻子高淑华意外发现了他参与抢劫的真相，对他彻底心灰意冷，绝望透顶，带着儿子毅然回到了娘家。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将让母子二人陷入一场未知的险境。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又一场致命的意外悄然降临。崔烨的母亲去上坟时，无意间发现坟地旁边有一只野狗正在疯狂刨土，里面赫然埋着一具尸体。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彻底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夜幕降临，勒索一书的行动时间已然来临，可崔烨却迟迟没有现身。夏生心中难免焦急，当即拨通电话。崔烨只匆匆嘱咐他们先开始行动，自己还有些事情要处理，等忙完就去老地方会合。他浑然不知，这一通看似寻常的通话竟是两人的永别。夏生不敢耽搁，立刻启动计划，一只耳守在窗外，密切观察屋内的动静，随时向他传递消息。夏生则悄无声息地绕到易叔的厨房外，熟练地更换上一个特制的可向里抽风的扇叶。随后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花粉撒在排风扇上。夏生早已摸清易叔患有严重的花粉过敏，并且提前偷偷拿走了易叔的过敏药，就是要让易叔发作后无法及时自救，趁机制造混乱，为自己创造可乘之机。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易叔就突发严重哮喘，浑身抽搐，呼吸困难，当场陷入病危。家里的5个小弟
慌乱不已，其中4个连忙送一书去医院，只留下1个人看家。夏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看家小弟不注意，悄悄溜进书房，熟练地打开提前动过手脚的保险柜，将里面的账本以及欠条全部拿走。与此同时，崔烨按照神秘人的要求，揣着一包封口费，忐忑不安地来到了中山路赴约。他立刻拿出手机联系对方，可电话铃声却在不远处崔伟的手里响起。那一刻，所有的伪装都被撕碎，残忍的真相赤裸裸地摆在眼前，像一把钝刀，一点点割着崔伟的心，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他千辛万苦追查的凶手，竟然是他从小呵护长大的亲弟弟，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边是身为刑警的职责。他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连呼吸都带着钻心的钝痛。就在这时，崔伟的另一个手机突然响起，是手下打来的电话。他们在崔父的坟地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虽然法医鉴定结果还未出来，但崔伟心中已然笃定，这具尸体一定是秦小明，而这一切必定是崔烨所为，只有弟弟知道。崔伟与父亲多年不和，20多年来从未给父亲上过坟，也成了崔烨隐藏罪证的绝佳地点。另一边，夏生得手后，迅速带着账本和欠条坐上了易之耳的车，两人准备驱车前往妈祖庙与崔烨会合。可就在车上，他无意间瞥见了车前挂着的一只狼牙项链，那是他曾经送给崔烨儿子妍妍的礼物。夏生的心脏猛地一沉，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席卷了全身。妍妍一定出事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提前通知崔烨，让他小心提防。于是夏生强装镇定，谎称自己想要小便，让易之耳在半路停下车。车刚停稳，他就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手忙脚乱地去摸口袋里的手机，可指尖空荡荡的，手机竟然忘在了车上。可就是他这一个下意识摸兜、神色慌乱的动作，瞬间引起了易之耳的警觉。易之耳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眼底闪过一丝狠戾。他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暴露，既然藏不住，他索性不再伪装，缓缓开口，将一切都告诉了夏生。本来不想告诉你，就是怕麻烦。我绑了他孩子，绑了他老婆。你这人一直运气不好，我就想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不抽签。原来，自从得知勒索一书的计划后，易之耳就一直心存顾虑。计划里需要一个人出面与一书当面交易，他害怕自己就是那个被崔烨和夏生抛弃的弃子，害怕事成之后自己会被灭口。那天他正好碰到了高素华带着儿子回娘家，于是就绑架了母子2人，以此作为筹码，逼迫崔烨亲自出面与一书谈判。他承诺只要拿到钱，就会放了崔烨的妻儿，绝不食言。夏生听完，心底瞬间被愧疚淹没。毕竟易之耳是他介绍来的，若是因为他让崔烨的妻儿陷入险境，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自己。他强压着心底的愤怒，耐着性子劝说易之耳，让他放了高淑华和妍妍。他保证绝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崔烨，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大家依旧按原计划行事，可易之耳只是沉默着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拿出一包烟给夏生点了一根。夏生下意识地低头，目光落在了易之耳手中的打火机上，瞬间他的瞳孔骤然收缩，那只打火机正是他的。当年这只打火机被抢劫团伙的老大没收，一直留在他们的秘密据点，从未离开过。夏生瞬间知道崔烨的妻儿被关在哪里，他的大脑飞速运转，拼命思索着营救的对策。可还没等他想出任何办法，易之耳就突然从车里拿出了一根绳子，眼神冰冷，一步步朝着他走近，显然是打算将他绑起来，彻底堵住他的嘴。一场新的危机又一次悄然降临。他一转头就惊恐地发现同伙的手里竟然握着一根绳子，对方这是要打算黑吃黑。我得给你绑上。可夏生怎会束手就擒？他猛地把烟头狠狠弹向对方的脸上，两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翻滚在路边的荒草里。夏生年轻力壮，但易之耳常年打打杀杀，身手更狠辣，没几下他就被按在地上。混乱中，夏生指尖摸到一块石头，他狠狠砸在对方的头上，易之耳当场头晕目眩，直接晕了过去。他来不及喘息，连滚带爬冲向路边，突然一辆汽车便疾驰而来，将他狠狠撞飞出去，重重摔在几米开外，当场奄奄一息。司机下车一看，当场吓得魂飞魄散，二话不说倒车掉头疯狂逃逸，只剩下绝望的夏生躺在地上痛苦的抽搐挣扎。更绝望的是，被砸晕的易之耳竟醒了过来。他本只想绑人拿钱，可刚才那一击让他彻底动了杀心。既然夏生已经被撞成重伤，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易之耳直接抄起锤子，残忍地结束了夏生的生命。而就在夏生被害的同一瞬间，昏迷多日的夏雨像是有强烈的心灵感应，也慢慢苏醒。这对原本苦尽甘来的鸳鸯，终究还是阴阳两隔，再也无法相见。而此刻的崔烨在妈祖庙心急如焚地等着，却不知一场灭顶之灾已经朝他狠狠砸来。直到一辆车疾驰而至，停在他面前，开车的人正是易之耳。怎么搞到现在？夏生呢？易之耳并没有回答，而是拉开了车门。崔烨下意识往车后座一看，那具冰冷僵硬的尸体瞬间刺瞎他的眼睛。夏生，他死了。
我说是意外，你信不信？可一只耳非但没有丝毫慌乱，反而缓缓扯下了伪装，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他慢悠悠地从兜里掏出一枚狼牙吊坠，在崔烨眼前轻蔑一晃：“我帮你老婆孩子，是怕你坑我，拿个筹码。但是被他发现了，我本来不想把他怎么样，结果他被车撞了，车祸，车牌号我都给你记下来。我是看着他疼得难受，敲了他一下。”紧接着，一只耳又从崔烨口袋里翻出3张抽签用的纸条，写的全是交易2字。原来崔烨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把一只耳当成炮灰，让他去送死。看清这一切，一只耳心中最后一丝愧疚也彻底消失。事到如今，崔烨连辩解的资格都没有，妻儿性命悬于一线，他所有的恨，所有的痛，只能死死咽进肚子里。这笔血债，他早晚要连本带利讨回来。崔烨强忍着撕心裂肺的悲痛，亲手埋葬了夏生。他把那枚狼牙项链轻轻放回夏生的身上，满心都是愧疚。这一切其实是他间接害死了夏生。就在他整理夏生的衣服时，他猛然一惊，夏生的胳膊上赫然刻着一串带血的数字930，那是夏生临死前拼尽最后一口气留下的线索。可它究竟代表什么？崔烨一时之间竟毫无头绪，但他心中已悄然有了计划。无论如何，必须把这里的消息传出去。到了第2天，崔烨谎称要给母亲打个电话报平安。我要给我妈打个电话。干什么？你帮了我老婆和孩子，我也不在家，家里人一声不响全都没了，妈会报警的。一只耳觉得有道理，便点头同意了，但要求必须开免提，防止他耍花样。可电话拨过去，一直无人接听。无奈之下，崔烨只能对着语音信箱留言：妈，淑华带着妍妍去朋友家了，我去省里参加比赛，过几天就回去了。妍妍头达到第38页了，你别给她弄乱了。天后杯下面的东西，那是我哥的，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去拿。这几句看似家常的话，每一句都是崔烨留给哥哥崔伟的求救密码。一只耳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却未察觉到任何异常。而另一边，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自从上次崔伟用伪造劫匪的视频试探崔烨当场露馅的那一刻起，崔伟便已然洞悉了一切。银行抢劫案中，劫匪为何能精准找到保安室那条隐蔽的传菜通道？答案不言而喻，内鬼就是崔烨。信用社结案的时候，劫匪一开始并没有计划从传菜通道逃跑，是有人提醒他这么做。崔烨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地点，被卷入这宗抢劫案。我们在保卫室发现了这是崔烨跟我们下的棋，他计划了劫匪的逃跑，后来他又刻意制造了秦晓明出租屋起火，离开本市的家乡，干扰了我们的侦查方向。为什么？为了保护一个人，金夏生。信用社结案之后，崔烨和幸存的金夏生走到了一起，他们了解了秦晓明和王宏宇的特殊关系，决定勒索王宏宇，所以他会出现在王宏宇的办公室。林波的船也是他借的，作为金夏生的藏身之所。而杜春鹏要交易的对象就是崔烨。我们追踪杜春鹏那天，崔烨很可能就埋伏在我们身边，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是他用秦晓明的电话把我们引开的。如果这所有的线索都能在这个故事里成立并说得通，那说明什么呢？警方立刻对崔烨的家展开搜查，竟意外搜出一份保险柜专卖店的转让合同。崔伟当即下令让小丁火速核查这家专卖店，这一查成了整个案子的关键突破口。同时，他们还在鱼缸底下搜出了一大笔现金。看来你的故事是真的。正是此前崔烨勒索王宏宇所得的赃款，可此时崔伟还不知道崔烨的妻儿已经被绑架。一家人突然全部消失，让他越想越不对劲。就在这时，他无意间瞥见了桌上座机的留言提示，正是崔烨刚才那通求救电话。崔伟立刻翻出崔烨藏在箱子里的围棋奖杯，又拿出棋谱，指尖飞快地翻到第38页，目光死死盯住那2个字：打劫。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弟了，崔烨是围棋高手，凡事都用围棋思维布局。这句留言，这个打劫，绝对是出事的信号。天后杯指向的便是城郊的妈祖庙。崔伟不敢耽搁，立刻带队搜山，果然在妈祖庙附近找到了夏生的尸体。法医鉴定，夏生死于头部钝器重击，并且也在他胳膊上发现了那串刻字930。崔伟瞬间确定那通留言就是崔烨被控制后偷偷传给自己的求救信。高淑华和妍妍根本不是去了朋友家，而是被绑架了。那串数字930极有可能就是人质的关押地点。与此同时，小丁那边也查到重磅线索，保险柜专卖店的店主早已不知所踪，但是店内留存的一张换货单收据上，签字人赫然是刘庆龙，一个常年
做民间借贷生意的人。而他调换的那款保险柜，此前在本市只卖出过1台，收货人名叫易佛生。警方核查后发现，易佛生本人并无太大问题，却在他家的附近查到一间可疑的出租屋，房东证实承租人正是崔烨，这说明崔烨的目标就是这个艺术。另一边，警方找到了苏醒后的夏雨，得知夏生的死讯，他当场崩溃。夏生不惜铤而走险，卷入这场风波，全都是为了他。经过夏雨指认，当时和夏生在一起的就是崔烨，而私人诊所负责人也交代，当天和崔烨、夏生一起把夏雨送进诊所的第3个人名叫耿新贵，而他就是易之耳。此人之前是急救中心的司机，还干过银行押运。更关键的是，信用社被抢的前2天，他刚好突然辞职，所有线索拼在一起，答案已经清晰到不能再清晰。易之耳就是绑架崔烨、杀害夏生的真凶。崔伟判断，他们勒索艺术的计划还没完成，崔烨一定会被迫露面。警方立刻布控，悄悄守在艺术家附近，只等崔烨出现，一网打尽。